走嘞！东家，这条街开的都是湖州丝。你听，怎么了这是？落价？我打听过了，这里啊都是湖州人。太平军要打湖州，所以他们急着卖了丝，回家跟家人一块逃难。来看，所以1天之内啊，这些丝的价格落了一大半。便宜，都是生意人啊，这么一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得赔本啊。多好啊，这丝你看。便宜。哎，我说东家，他们要是现在不卖的话，那才要大赔本呢。那咱们就买点吧。不着急，我估计还没落到家呢。哎，东家，这边。东家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说。我不想去广州了，想留在杭州。那你留下吧。哎，我说的不是现在。那为什么呀？你总得有原因吧？哎呀，上船我再跟你说。慢点啊。哎，东家，我考考你。行啊。你说，太平军打完了湖州以后，会不会去打蘇州跟杭州？當然會。現在太平軍打湖州，已經有很多湖州人急着拋自己的存貨了。那麼他們在打蘇杭二州會怎麼樣？我們剛在這裡設立有一個票號，就有這麼多人逃往北上，帶銀子肯定不方便，於是他們就找我們換成銀票。再過一段時間，時局會更緊張，就會有更多的人找我們換銀票、匯銀子。那個時候，我們能存進多少銀子？我們用這筆銀子低價買進絲，然後想辦法走水路，順運河到開封，入黃河西上，在豐寧渡上岸，然後運往陸州，讓陸州的支戶們織成綢緞，我們再運到口外和京津。這樣一來，第一，可以讓陸州的支戶們重操舊業；第二，我們兩頭都有好處，可以大賺一筆銀子。可以呀，這個小腦袋瓜子啊！但是有一個問題，你想過沒有？咱們現在是又收銀子，又收絲綢，等咱們全都收到手了，這時候太平軍把蘇杭二州打下來了，到時候咱們都運不出去，怎麼辦？這個，那就要看天意了。運氣好的話，我們就大賺一筆；運氣不好，反正就是東家你賠唄。哎呀，說的也是，反正現在也是戰亂，搞不成也不丟人。我要把這事兒給你幹，你敢幹嗎？敢啊！只要東家信任我，我就敢幹。大不了就賠個一塌糊塗，然後銀子和貨都被劫走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然後我回野店唄。船家，給他扣案，你現在就去，10萬夥計的給我辦這事兒。再見，東家。
看见孙先生了吗？孙先生一大早就下山去了，他把山上的茶全卖了，是吧？他说今年也没有什么事了，天天在山下梨春院去逛窑子去了。对啊，逛窑子去了。驾！驾！来，兄弟，你可真是个守信义的人呐！这些天我可是望眼欲穿的等着你呀。哎，你如果来不了，那我可真没法向种茶农交代了。那怎么可能呢？耿老东家，您不知道我们二爷这一次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去年走的是西路，差一点让人砍了脑袋。闭嘴！耿大哥，来之前我听说达胜昌也派人来武夷山贩茶，你见到他们了吗？哦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他们就来了几个人，没买回去多少。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害怕呀。袁家的葛大掌柜就没敢过长江，从山西走到襄阳府就停下了，派来几个伙计也没法运回去啊。哎，达胜昌的邱家压根儿就没来，水家的王掌柜也就买回去10几船，剩下的这不都在这儿给你装船呢吗？耿大哥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。你说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稳妥的人，让他走东路，顺着运河北上，把我的茶货一直给我送到北京城外的通州码頭，我会加倍的给他银子。怎么，这个时候来还有別的生意要做呀？对，除了販茶，我還要去廣州做一筆票號生意。哦，哎呀，這一時找一個既可靠又敢闖的人還真不容易。啊，我賣完茶葉回去也是閒着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你的事就是大哥我的事，我親自押着船隊把這些茶葉給你運回京城去。哎呀，感激不盡。這是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會寫一封信，你把它帶到杭州給高瑞，讓他幫你找個人帶路。你們到了長江口，要是揚州的水路暢通，你們就順運河北上。這條路雖然曲折，但是能讓你一直把船開到北京城外的通州碼頭。這你就放心吧，能跟你一起幹大事情，我心裡高興，什麼險我都敢冒。只是你這次去廣州，可真不容易，你打算怎麼走？我覺得這世上的路啊，一條都連着另外一條，就這條不通呢，還有另外一條，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能到廣州。好，大哥，我聽你的。那咱們就說定了啊！來，下次再來啊！啊，孫大爺慢走啊！都給你。啊，慢走慢走，再來啊再來！孫先生，您不看看東街先生說什麼內容？一定是東家要去廣州見兩廣總督哈芬哈大人，在月桂湘贛4省省會開辦票號，替官府向朝廷匯兌饗銀。東家一定是從西邊去廣州。曹掌櫃這2天帶着新雇的伙計和咱們會合一塊兒走。東家這件大事要是做成了，喬家可是有大銀子賺了。你趕快去租條船，打點一下。我得比東家先到廣州。那我去不去？你不用去了，留下來照料茶山的事兒吧。知道了。你去吧，我還有點事兒沒辦完。
特儿的房子，真挺好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们一到广州，懂得节俭了哈，弄这么一小马车，要热死谁啊？快说说茶山的事儿。童家，我还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的性情变得沉穩了些，没想到还和祁县一样啊。有些东西啊，永遠都變不了。童家，我原先估計啊，得個5年左右，這臨江縣的茶山1年才能產出50萬斤的上等好茶。現在看來呢，3年足矣了。哦，對了，那5萬斤茶葉我給賣了。賣了？賣了。我老是覺得這運輸不方便，正好趕上有幾個茶商來買，我就全給賣了。東家不是也說過嗎？咱們種茶是為了造福於茶民，我也沒加價，就按照當時你定的那個茶的價格，我就給賣了。好，賣了好，賣了好。哎，來吧來吧，每個挺好的。就是這兒。哎，裡邊請。咦，東家，客棧到了。哎，4位裡邊請啊，裡邊4位了啊！哎，您慢點啊，裡邊請。快雨時晴啊，東邊日出西邊雨啊。孫先生，哎呀，這咱以前都沒見識過。茂才兄，你還記得嗎？那時候在大漠裡還說呢，說這個。古人說這個胡天8月即飛雪，說是假的，其實人家說的是真的，咱不知道而已。什麼呀這是？二爺，我先出去了。去吧。東家，我和曹大掌櫃到了廣州以後，看了一處鋪面房，交了定金，正好你來了，看了之後定下來，掛牌就能開張了。你們倆定下來就行了，還等我幹什麼呢？那不，有些事情我和曹大掌櫃商量了就能定下來，有些事情我和曹大掌櫃，尤其是我，必須和東家商量。別嚇唬我，沒出什麼事兒吧？眼下還沒出。那什麼時候出啊？東家，明天你真要去兩廣總督衙門，去見哈芬哈大人，幫他們去押運饗銀。那當然了，咱們這回南下到這個南方4省粵贛湘桂省會去設莊，不就是為了做成這筆生意嗎？你想啊，第一，這個南方4省因為朝廷跟太平軍打仗，隔斷長江多少年了，這個饗銀都無法北運，這朝廷也無計可施。咱們如果能把這事兒辦成了，就等於說給朝廷幫了個大忙，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兒啊。第二，如果咱們能把這件事兒辦成了，咱們大德興茶票莊那就威震大清國了。到那時候你想，粵贛湘桂4個省的督府衙門都能給咱們往北京運送饗銀了，那其他省自然也就能這麼做了。要是咱大清國的13省的督府衙門都讓咱們幫着給他們往北京運送這個饗銀，那該是一番什麼景象？不但能賺到大筆的銀子，而且到時候咱們就在各省開遍了咱們的票號，咱們的夢想匯通天下，用不了30年，沒準3年5載就實現了。我替東家擔心的就是這個。擔心什麼呢？東家票號既然已經都開了，我再勸阻也沒什麼意思。可我還是想說說，東家，往後你可是要和各省的督府衙門做生意，和朝廷做生意。大家有面子呢，我們商家和朝廷都是向你的。如果大家失去了這點面子，官府還是官府，朝廷還是朝廷，我們就是他治下的草民，這都是小事情。
我担心的不是這個，那是什麼呢？還是那句老話，東家，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之，不可執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失之。東家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天下神器的？天下神器，那就是掌握全天下的权柄，也就是我大清皇上的无上威权。如果各省的官银都是通过你的票号向朝廷汇运，那天下的神器、国之命脉，岂不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吗？东家，你仔細想想，如果你是官府，你是朝廷，或者你就是皇上，你能容忍这樣的事情吗？魚只有藏在水中，才會更安全。天下之利器，只有深藏不露，才不會招致災禍。東家，我不擔心您能做成天下那麼大的生意，我擔心的是您做成了天下那麼大的生意，而您會招致無形的災禍。你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我要做成匯通天下這件事兒，朝廷反而會殺我的頭，是嗎？哎，來了！哎，快！來！哎，茶來了，小心點啊！慢着，稍等一會兒啊，去吧。好，慢點。哎，東家，你也說說怎麼想的，說。東家，我覺得孫先生說的也有道理，咱們是商人。做好商人的事情就行了。我這個人吶，讀書不多，可也知道物極必反的道理。俗話說：“木修於林，風必摧之；堆出於岸，流必湍之。”可是我們如果重新疏通了南北的銀路，能讓朝廷拿出更多的銀子，去平定內亂，讓萬民各安其業，那朝廷為什麼要砍我的頭？他就是把我的頭砍了，我也認了。如果我們明知道自己幹的這件事情關係到天下的興亡，能夠造福後人，但是我們老想着自個兒的那點得失，患得患失，瞻前顧後，我覺得這樣的人不做也罷。哎，孫先生，那東家已經都決定了，咱還說什麼呀？我剛才就說多了嘛，我真不該說。哎呀，孫先生。您千萬別着急，明天的事怎麼做，東家還等您拿主意呢。曹大掌櫃，東家現在已經不需要我再為他出什麼謀、畫什麼策了。哎，東家，明天我陪你去哈分哈大人處，把張之洞大人的信交上去，不就完了？多謝。哎，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山西當總督的時候，咱們在太原府的貢院門口有過一面之緣。大人，當時智庸是年少無知，冒犯了大人，還望大人海涵。哎，那都是過去的事啦。哎，我說，你這查票莊真像張大人信裡邊所說的，能代本督把兩廣的應上送的銀子上送朝廷嗎？是啊，在下現在正在做的就是這行生意嘛。朝廷跟太平軍打仗，把南方的銀路斷了以後，每年遇到這種事兒啊，南方各省都是頭疼得很吶。張大人雖然在信裡邊舉薦了你，可是畢竟是口說無憑啊，你怎麼能讓我相信你是真的能夠替代各省把銀子借送到北京去呢？
看来大人还对票号真是不太了解。那这些银子入到你们的票号之后，你们怎么办？啊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就比方说，有人想从北京往广州汇兑银子，他只要把银子汇到我在北京的分号里，北京分号给他开张汇票，他拿着这张汇票到廣州我的分號裡，再把銀子取出來就行了。這回您明白了吧？哦，哎呀，這個主意挺妙的。來，二位，這是你們送來的武夷山的雲霧茶。來，嘗嘗我泡的。啊，不錯。兩地，北京、廣州。來，坐。來，幹你們這行生意，是不是很賺銀子啊？這是誰的主意？這個，哎，坐。哎，這個票號業呢，是我山西商人在近10年裡開辦的，目前還不成氣候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能得到大人您的支持，在不久的將來就能成為我大清商業的支柱。至於利潤嘛，大人，我們是要收取一些匯水，就是費用。大人放心，這點開銷遠不及您派人護送銀車上北京的開銷大。對啊。喬致庸啊，哎，往北京送銀子，那可是國之大事，鬧不好啊，就會掉腦袋。大人，您就讓小人為你效一回勞。如果萬一出了差錯，我願意賠雙倍的賠償。要是出了差錯，你賠的可不僅僅是雙倍的銀兩，還有你的腦袋。那大人，這就算是答應我了。坐。致庸啊，哎，坐。致庸啊，你呀，先拿你自個兒的銀子幫我試一回，怎麼樣？從廣州往北京送銀子，在太平年間也得3個月。現在這兵荒馬亂，朝廷呢急等着銀子用。你要是能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，把30萬兩銀子拿到北京，交到戶部，我就信得過你。我除了還給你殿上的30萬兩銀子，我還把4省歷年來積攢下來的銀饷交給你去運，怎麼樣？大人，他是這樣，讓殿銀子。大人，就這麼定了。東家，大東家，從明天開始1個月之內，我一定保證把您的30萬兩銀子交到戶部的銀庫。铁心石這回怎麼沒跟你們一塊兒回來呢？現在有個差事要到北京去，1個月打個來回要用他。孫先生讓他照管着茶山呢。茶都賣光了，還留在茶山幹什麼呢？趕快寫信讓他回來。那回來也不趕趟了。您不是說就1個月的期限嗎？對啊。哎呀，這事問題是除了他，別人都幹不了啊。二爺，我在這兒呢。我知道。這事還不是一般人幹得了的事兒。孫先生，把傘給你。孫先生，這長川啊，說他能到北京，幫着把東家的信送到，再從戶部拿回收據。你說他行嗎？我看不行。孫老仙兒，從認識那天起你就跟我過不去，你什麼意思？我怎麼不行了？二爺做的可是掉腦袋的大事，二爺腦袋掉了，會通天下的事還怎麼做呀？
哎，说什么呢你？东家，我看长栓没准能行。他对您一向忠心耿耿。再说，咱们现在也没有人呢。他这个人呐，就是有点马马虎虎的。二爷，我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就去北京给你送信；信不着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没办法再跟着你了。我死了算了。哎，长栓，长栓，你干什么呀？别拉我！二爷送的不就是一封信吗？你这，东家，你要是心里还想着汇通天下的事儿呢，你就别让长栓去。他要是把事儿办砸了，你可别说孙茂才没提醒过你。二爷，我没脸在这儿待了，你给句话吧。你行吗？二爷，我行。孙先生刚才说的话虽然不中听，但道理是对的。这封信事关咱们大德兴茶瓢庄在江南各省设庄的成败，也关系到汇通天下的成败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。我就相信你一回。1个月，从北京赶回广州来。哎，二爷，你放心，我就是爬，我也要从北京爬回来。你不能爬，你得快马加鞭，知道吗？谨慎又谨慎，小心又小心。给我重复一遍。我谨慎又谨慎，小心又小心，把信送到，然后把收条拿回来。别让我失望。二爷，我走了，去吧。哎，东家，给您把伞。你这激将法还挺管用嘛。是吗？你这么说，茂才有的时候还是管点用的。长栓走了几天了，也不知道京城李大掌柜能不能尽快凑足这筆银子。东家，萬一李大掌櫃湊不齊這筆銀子呢？哎呀，东家沒事，我出去溜溜。孫先生，你想上哪兒去溜溜啊？廣州城這麼大，溜的地方多了。曹掌櫃陪我出去溜溜。算了算了，我在家陪東家。走了走了，外邊見見世面去。東家，我看您和孫先生不能總這麼別別扭扭的。咱們出門做大事，出謀劃策的事兒，還真得靠他呀。你沒覺得他變了嗎？他現在已經不是當年那個騎着毛驢自個兒到咱們家的孫茂才了。孙先生，您请。孙先生，请。自稱三晋名士的孫茂才。正是。啊，坐。孝敬您的。
哎呦，哦，想起来了，那次总督大人接见你们东家乔致庸，你也来了。啊，对对，啊，嗯，李大总管记性真好，咱们是见过。哎呀，孙大人大驾光临，必有见教啊！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惠顾李某人呢？是有一件大好事，不知李大总管愿意不愿意与在下合作？正所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啊！啊，我万里迢迢来到这南蠻之地，我不为发財，我為什麼呀？來這邊坐吧。孫先生有什麼好事你就說吧。好歹我也是一客人呐，我這是帶着一樁大買賣來找李大總管的，您連口茶都不給喝。您忙着。慢，孙大人，您留步，來，我這兒的確有點公務，待會兒總督大人來了，我還得上交呢。來人吶，上茶！來，孫大人，孫先生，來，這邊請，哎呀，來。怎么了，李大掌柜？你看，长栓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在广州吗？谢，快扶进去。哎，慢点。大掌柜，长栓怎么样了？长栓已经醒过来了。哎呀，醒过来就好啊。这是东家的来信，你也看看。好。东家叫我们接信以后准备30万两银子，待两广总督上缴户部银库。咱们的开号银子，让东家带到南方去了。你说，这筆銀子，咱們到哪兒籌去？這麼大的數，只有去廣盛園借貸了。程大掌櫃上次說，和我們已經成項羽了。這次這麼大的事兒，他總會給點面子吧？好，只能這麼辦了。我這就去廣盛園見程大掌櫃。這就走啊？給大掌櫃備馬。哎。李大掌柜，車不少，全是綢布，一點銀子都沒有。沒銀子？上火了？着急了吧？哎，看那是誰？啊？正說着呢。馬大掌櫃，馬大掌櫃，哎，快！馬大掌櫃，哎，辛苦啊，馬大掌櫃。李大掌櫃，辛苦，馬大掌櫃。李大掌櫃，你光知道高瑞回來，沒想到我也趕着這些駝隊回來了吧？是啊，你不是到恰克圖送茶貨嗎？怎麼跑到北京來了？先看看這個，什麼東西啊？東家的信。
东家在去廣州之前啊，在杭州給我寫了封信，讓信局的人啊給我送到包頭。結果我不在，就一直往北追。我接到這個信啊，就把生意交給了二掌櫃，馬上就來北京了。哎，不用問，我就知道這信裡寫的什麼東西，你信嗎？哼，東家知道我要來這邊了，特意派他馬大掌櫃來接駕。你個臭小子，美的對你，臭美了！我雇了這麼多駱駝來，就是為了給你卸貨的呀。東家讓我趕緊趕到北京，正是怕李大掌櫃缺銀子用。東家真是神機妙算。你缺銀子？你說你帶了多少？哎，你先別問我帶了多少，你要用多少银子？多少？最少得30万两，我才能不，东家才能過了这一關。30万两啊！我就給你30萬兩。得，東家不止讓你帶了這麼點，老實說，帶了多少？說實話。哎，這件事兒你們倆知道就行了啊。東家在信上說啊，我在包頭弄到多少銀子，就帶多少銀子回北京來。你们瞧，每匹駱駝背上的草料包裡都是银子。哎呦，這下可好了。行啊你啊！哎呀，那我這些麻包裡面就都是籌貨嗎？啊？哎呀，你小子，你真是！哎呀，东家，跟這樣的東家幹活，一天能驚出你3身汗。沒錯，但是你會發現，他什麼事兒都做得滴水不漏啊。走，準備，到戶部交銀子去。哎，等會兒，我餓了，先吃飯吧。對，哎，吃燒雞啊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燭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燭。这位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您回房歇着吧，我们也该关门了。会不会出什麼事兒啊？再有1天，1個月的期限可就到了。茂才兄睡了。哦，睡了。那我去叫他。不用，你來吧。就咱倆來一盤吧。二爺，我回來了。二爺，我回來了。半夜還敲。誰啊？二爺，哎呦，嘿，哎，這不是長栓嗎？是啊，怎麼了？長栓，曹東家，曹東家。二爺，啊？成了。行啊，差事辦得不錯。乔志庸啊，你呀，既然把事情給辦成了，
那本官也不能失信。你这么着啊，你先把票号给立起来，我把3年的金饷1年1年的交给你，汇到京城去兑现。具体怎么办，你跟我手下的人再仔细的商量。谢大人。不过大人，我不光是想在廣州設立分號，我還想在江西、廣西和湖南也設立分號。我知道這3個省也歸您管，我希望您能在這3省的巡撫面前替我美言幾句，讓我能在贛貴湘3省也能替朝廷和大人效力。喬致庸啊，你的胃口可是不小啊！既然是這樣，你更得跟我的手下好好商量了。哎，李总管，老爺，好好的跟他們商量商量。這3位請吧。請，大人，那致庸就告退了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尘缘苦短，叹人间路长，不能够容我心思量。繁华瞬间，如梦幻一场，世上人有几番空茫。东江里，一个东江，一个东江里。